拐卖儿童在古代是什么罪？官府是如何处罚人贩子的呢？在我国古代，拐卖儿童叫做掠卖，是指没有经过父母同意偷拐儿童牟利。在汉代的时候就将拐卖列为了大罪，与群盗、盗杀、伤人、盗墓等重大罪行并列。凌迟呢，就是千刀万剐，一刀一刀将罪犯身上的肉给割下来。历史上被凌迟处死的人都是罪大恶极的。由此可见，古代对于拐卖这样的罪行是深恶痛绝的。古人对于这种已经没有人性的犯罪，就是零容忍。按照传统儒家伦理，父母子女的关系是社会关系重点，拐卖儿童直接违背了儒家伦理，侵害父母对子女的权益必定是重罪。但即便是如此残忍的酷刑，那些只为谋求利益的人贩子却依然愿意铤而走险。在那些被拐卖的儿童当中，长相甜美的女童会被贩卖到妓院或者富人之家为奴，一些长相俊秀的男孩则会被阉割，卖入宫中或者卖给有钱人家，而那些长相一般甚至丑陋的孩子会被活活地打断手脚，甚至弄成哑巴瞎子。这样做是为了博取人们的同情心，来换取金钱，让被拐卖的孩子成为人贩子的赚钱工具。虽然说封建王朝已经成为了过去式，那些残忍的刑罚也已经不在，但是我个人觉得，对于那些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贩子，还是可以有必要回复一些残忍的极刑的。我觉得现在的刑罚对他们来说，可能还是太轻了。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，都对拐卖妇女儿童者严惩不贷。这类罪犯不仅仅伤害的是孩子本人，还伤害了一个家庭，给家庭造成了不可修复的创伤。所以这人贩子真是人神共愤，令人发指，可谓是丧尽天良、泯灭人性的禽兽行为。但是需要说明的是，在古代如果是父母自己把子女卖了，正式签订了卖身契的话，这是合法的。在古代人口卖身契很常见，不仅买卖奴仆需要签订卖身契，就连妓女加入妓院、演员加入戏班，甚至工人接受雇佣都需要签订卖身契。在唐代，贩卖子女之风在某些地区盛行，一般是以子女为抵押来换取钱财，若到期无法偿还的时候，那被抵押的子女则莫为奴隶。虽然朝廷一再颁布政令禁止子奉，但也是屡禁不止。而之后的每个朝代，贩妻卖子的这些事情似乎也视之如常，理所当然了。在古代人口买卖，正规一点的都是要写文书、签订契约的，像那种私下买卖的是没有法律保护的。而正式的卖身契，一般需要卖方按手印，确认买卖的有效性。当然，在一些历史时期，卖身契还必须要到官府登记纳税，并且在卖身契上面粘贴契尾，也就是完税凭证，这才是合法有效的契约。如果没有这个契约，那就是非法买卖，会受到非常严酷的刑罚的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